太空电梯是一种低成本进入太空的方式，经常出现在一些科幻作品中，比如阿瑟克拉克的《天堂的喷泉》、刘慈欣的《三体》等。按照阿瑟克拉克的构想，为了尽量减少恶劣天气的影响，太空电梯的基座要建得很高很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需要将建筑材料垒起来。显然，下面的这一块要承载上面那一块的重量。虽然这些材料能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它们也和我们人类一样，当承受的压力大于某个极限时就会垮掉。那么该怎么办呢？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恒定压强塔。这是一个平面，我们通过改变它的方程，一步一步弯曲成一个塔。方程看起来很陌生，但这个塔其实是我们中学就学到的指数曲线绕它的渐近线得到的。我们把它改一改，做成一个特别的塔。它有一个特别的性质，就是任意截面上受到的压强是一个恒定值。绿色截面承载了它上面所有的重量，越往上截面面积越小，越往下截面面积越大。不管在哪个高度，截面上每个微小的单元承载的重量是恒定的，这样我们就能用现有的建筑材料来建造很高很高的太空电梯基座。塔的形状并不是固定的，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建筑材料的密度、我们所设计的抗压强度以及星球的半径都对塔的形状有影响。此外，它还有一个性质，如果塔顶延伸到无穷远，虽然体积是无穷大，但它的重量却是有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用柱坐标来表示这个塔，那么在这一处的截面受到的压强 P 就可以这样表示。分子是截面以上部分的重量，分母是截面面积，其中 μ 为密度， ρ 是截面的半径。我们令 P 为常数并且微分，就得到这个式子，于是就得到了 K。 考虑重力加速度随高度而改变，我们还要推导一下，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地面上某一质量为 m 的物体受到的重力 F 为这个式子，除以它的质量 m， 我们就得到了地面重力加速度的式子。那么距地面一定高度的重力加速度则为这个式子。两个式子一比，然后整理一下，我们就得到了距地面一定高度的重力加速度和地面的重力加速度的关系式。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塔的方程，其中 K 等于材料的密度乘上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和星球的半径，除以塔的设计恒定压强，